最近的异世界转生已经不满足于从现代抓人了，高中生社畜有什么好抓的？古代阴阳师转生你肯定没见过。话说我们的男主是个非常强大的阴阳师，但是却遭遇朝廷陷害，不幸郁闷。临死前他发动转生术，决定从头来过，却不想这一转生直接给自己干到了异世界。这是一个人魔对立的魔法世界伍德怀特帝国。男主转身为魔法世家兰普洛格家的第3个术士赛卡，是个没有任何魔力的人族，但赛卡一点也不担心，他用树叶偷偷实验了一下，发现自己召唤事实的能力仍在。二哥格雷从他检测出这个无魔力的废物起，就会经常找茬欺负他。不过他还没动手，乌鸦就飞过来对格雷进行正义制裁，还是大哥鲁福特跑来赶走了乌鸦，带走了格雷。赛卡长到了7岁，他在家里相当于小透明，几乎没人管他。他了解了不少这个世界的事，他所在的国家很强大，而且和平富饶。靠着造纸术，他很快做出了召唤式使用的符纸。结果第2天打开衣柜，却发现自己的外套不见了。只是门被敲响，女仆伊法从外面捡回了他的外套。不用说，肯定又是格雷干的好事。格雷走过来向赛卡炫耀自己要去魔法学校上学，而且还是培养出好几位宫廷魔法师的罗德内亚魔法学院。像赛卡这种废物肯定是进不去的。伯爵父亲呵斥了格雷，今天要检验他们的魔法。赛卡就是伯爵，问他能不能一起去。鲁福特和格雷分别使用的是风和火魔法，中规中矩的程度。格雷想要赛卡出丑，故意把自己的魔杖递给赛卡，让他也试试看，打脸的机会不要白不要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虽然已经发誓不再执着于力量成为强者，但是这几年的生活让他明白，弱者就会一直被剥削。赛卡使出鬼火之术，将石头带凳子一起炸飞，这可惊呆了异世界的土著，居然是吴永昌的蓝色火球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主线任务之一打脸目标完成，得到奖励，父亲的认可。之前也有无魔力者能使用魔法的例子，但却没有人成为魔法大家，所以对赛卡想要学习魔法的请求，伯爵没有同意，但还是给小儿子们配备了和哥哥一样的家庭教师。在持续不断的学习后，赛卡长到了11岁，前世的他封印了几只能充当战力的妖，所谓封印就是将其传送到相位，只要打开大门将其召唤。不过他都到了异世界，也不知道式神还在不在。赛卡尝试召唤管狐，一只小萝莉从大门中被召唤出来，兴高采烈地扑倒赛卡，她就是赛卡前世的式神小雪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来到这世界后，小雪就从妙丽女子缩水成了白毛萝莉。试验成功，赛卡就要把小雪传回相位，小雪不想回去，于是变成了小狐狸，藏进了赛卡头发，这样就没人能发现她了。作为一个标准小炮灰，格雷越长越人渣。在他试图对小女仆伊法图谋不轨时，被赛卡阻止，两人的关系越发恶劣。伊法将赛卡带去后院，一只小魔兽被鸟类攻击的奄奄一息，他想请求赛卡帮忙叫救助。赛卡让伊法转过身，用阴阳术救回了小魔兽。伊法很佩服赛卡，虽然没有魔力，但却能像鲁夫的格雷一样的使用魔法。而且赛卡也看出了伊法的不同，他可以看到动物的灵魂以及灵体，灵体会汇聚在魔力的周围。不过赛卡很特别，因为所有灵体都对他避之不及，而且灵体也不是经常听伊法话的，只有一次因为调皮被伊法大声呵斥才逃走了。赛卡前世就对操控灵魂很感兴趣，没想到还真让他碰到了有这种天赋的人。他问伊法想不想学魔法，随后用咒术召唤出一团人魂，让伊法试着将其消除。伊法尝试了很久，真的成功了，说明他是有天赋的，只是能力不足。之后赛卡就开始给伊法进行定期特训。1年时间过去，赛卡12岁了，不过没人在乎他的生日，他没有收到礼物，甚至连伯爵的影子都没看见。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他已经习惯了。格雷又来找茬，要和他比剑术。鲁夫特上前解围，士官长在教他们剑术，所以他们也想带赛卡一起练习。这时女仆匆匆的跑来说，市区附近出现了大型魔兽，碰巧在场的伯爵用火魔法击退了他，但是魔兽逃进了森林，如果沿着山脉跑来，很可能会逃向他们这里。赛卡突然说已经到了，紧接着一阵地动山摇，打开窗户一看，魔兽已经出现在了宅邸附近。格雷吓得扭头就跑，鲁夫特还算冷静，指挥下人们关闭窗户躲进房子里。赛卡二话不说冲了出去，正巧目睹即将遇险的伊法指挥人魂暂时击退了魔兽。赛卡将魔兽引到庭院，夺鬼之火术发动，魔兽当场扑街。谁都没想到这么凶猛的魔兽居然被赛卡一击毙命，大家立刻对赛卡刮目相看，就连赶回家的伯爵都惊呆了，因为赛卡的出色战绩，晚餐变得非常豪华。伯爵还打算对他进行奖励，于是赛卡立刻提出想要就读罗德内亚魔法大学。伯爵答应了，不过条件是他要自己通过入学考试，赛卡还要带上伊法一起去。在赛卡的训练下，如今的伊法已经能够成功的使用火魔法，一手终极魔法惊艳众人。伯爵答应伊法一起入学，但格雷不干了，兰普洛格家世代不允许兄弟走上同一条路，大哥要继承领主之位，去上魔法学院的明明是他，赛卡明明应该去帝国军才对，凭什么要让废物和奴隶入学？伯爵表示他没打算破坏规矩，而是要让格雷去帝国军。这几年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磨练魔法，而是和狐朋狗友到处游手好闲。格雷不敢反抗伯爵，就把矛头对准了赛卡，要和赛卡以入学为赌注决斗。
斗，如果赛卡输了就要离开这个家。赛卡答应了，于是两人的决斗定在明天下午，规则按照帝国正式做法为准，禁止使用真剑和中级以上的魔法攻击。鲁夫特晚上找到赛卡，送了他玻璃笔作为生日礼物，并为一直疏远赛卡的事道歉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和他相处。不过看到赛卡这么出色，他对此感到骄傲，还希望明天的决斗赛卡能手下留情，并祝赛卡顺利入学。结果鲁夫特刚走，赛卡房间的窗户就让格雷给掀了，他等不到明天，现在就要和赛卡进行决斗。格雷认定这一切都是赛卡阴险的计划，不过是碰巧出现了一只怪物，又碰巧被他打倒了而已。他要和赛卡进行生死对决。赛卡提醒他，中级以上魔法很危险。格雷当然不会听，对着赛卡一顿狂轰乱炸，笑死连防御都破不了。赛卡慢条斯理地掏出符咒，将格雷定在原地，既用咒术教训了格雷一顿，让他明天找伯爵弃权。毕竟答应了鲁夫特要手下留情，但格雷说他是碰巧打倒的魔兽，这可就不对了，因为从一开始的魔兽袭击就全在他的计划之中。他先在山里召唤出弑神入道，派他将魔兽赶出巢穴，张开了不让人发现的结界。虽然没想到魔兽会跑到市区，但总体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小雪不明白赛卡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复仇计划，凭借他的力量，很多事情都能如他所愿。赛卡前世就是被毫无力量的人设计杀死的，所以这一世他想要融入世界，成为弱小人群中的一员。之后赛卡和伊法告别鲁夫特，踏入魔法学院。赛卡送了伊法一个魔法石吊坠，能辅助他更好的使用精神魔法。两个人都很期待今后的旅程，结果走了没多久，赛卡就倒霉的发现自己晕车了。还好他们很快就到了学院都市罗德内亚。其实赛卡不知道，他并不是伯爵的亲生儿子，而是他弟弟吉尔伯特的孩子。吉尔伯特是个非常自由的青年，从学院毕业之后成为了冒险家，到处探索，之后就在魔族领地失去了联络。12年前，一个女人将赛卡交给伯爵后就消失了。在这个国家，黑发黑眼的稀有婴儿从小就会使用魔法，所以他的两个儿子才会疏远赛卡。他以为赛卡会和魔族有联系，但却测出赛卡没有魔力。他不是傻子，赛卡2次展现魔力时都发现了异常。他让格雷去帝国军也不是恨铁不成钢，而是因为赛卡太危险了。赛卡可能成为保护国家的勇者，亦或是毁灭世界的魔王。吉尔伯特说过学院是个好地方，但愿现在也是如此。来到罗德内亚后，赛卡和伊法住进旅馆，直男对小姑娘情窦初开自检诊系毫无反应，被小雪嘲笑一点都不懂得女人心，不好好了解女人可是会吃苦头的。第二天，两个人来到魔法学院进行入学考试。赛卡因为伯爵之子的身份很快引起他人的注意。第一项是检测魔力，这个世界有4种属性魔法，并有各自的魔法体系，分为火、风、水、土以及光暗属性。伊法是火与风属性，但赛卡把手放上去却毫无反应。他实话实说自己没有魔力，引得众人议论纷纷，都觉得赛卡是走后门的贵族。这是一个红发少女阿米优打断了众人的讨论，她居然是全属性的天才。赛卡为阿米优为他解围的事情道歉。美少女是个傲娇，虽然替赛卡解围，但她也认为赛卡是想走后门的贵族。而阿米优的出现也让赛卡感到惊讶，他居然和自己前世的熟人长得一模一样。